画好趋势线就能找到股票高低点？是的，不要质疑。今天我就将这个99%的人都能够轻松学会，并且成功概率极高的趋势线使用技巧分享给你，真的特别简单。图表分析必学，学会此方法，你也能够轻松预测股票高低点。趋势线寻找时间变盘点位的技巧共有6种画法，阿哲会分别用2个视频详细告诉你操作的技巧和注意的事项。如果你对技术分析感兴趣，不要忘记点赞订阅阿哲频道，跟踪我后续的内容。我们先回顾传统的趋势线作用。在技术分析中，趋势线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找到空间的支撑和压力，少部分人也会用趋势线来预判上涨下跌的空间。首先，我们用23、24年纳斯达克的图表行情，告诉你如何画好一根趋势线。你必须知道2点才能呈现，而2点的确认，我们需要借助分型的存在，它能够告诉你真正有效的高点和低点在哪里。分型有上分型和下分型，通常它由5根 K 线构成。如果其中第3根 K 线它是5根 K 线里最低的价格，则为下分型。反之，如果是最高的价格，那么就是上分型。当你找到2个上分型或者下分型的时候，就可以确定2个有效的高低点了，而将此连线就能得到一条趋势线。比如我们将22年12月28日和23年1月8日的低点连线，你就能得到一根趋势线。那它有效吗？就需要后续等待第3个点来确认。它给到了我们23年12月26日波段下跌的支撑，所以它是有效的上升趋势线。同理，如果你将22年12月28日的低点和23年3月13日的低点连接成线，它也是一根上升趋势线。它为后来23年10月12日的上涨提供了压力，也让23年11月14日到29日的加速出现了减缓，所以它也是有效的。而这又是比较常规的趋势线画法，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，我们仅作为一次关于趋势线使用的简单介绍。下面我们讲一下如何用趋势线来进行空间上的计算，这是一种空间的预测技巧。我们依旧用纳斯达克图表来做演示，这是23年7月19日到10月26日的下跌波段。我们连接6月26日和8月18日的低点，得到一条下降趋势线的支撑线。按照常规的趋势线作用，它本应该提供支撑的效果，但10月25日的下跌却突破了趋势线的支撑。那么这个时候市场究竟会跌到哪个价位呢？我们就可以用到趋势线破位后对于空间的计算来把握了。曾经在23年10月27日，阿哲发布到频道的行情解析视频中有教学过这个技巧。当时正处于纳斯达克市场出现下跌破位。现在我们再温习一下，看到右侧的示意图，当市场跌破趋势线的支撑和压力，你可以用临近趋势线的高点或低点计算 AB 的垂直距离。理论上讲，它往往在跌破或突破趋势线后，会根据 AB 的空间进行未来点位的投射。一般 AB 会等于 CD， 如果跌破它不是有效的，那么 CD 往往是等于 0.5 倍的 AB。 当时我们在行情解析视频中就用到了这个技巧，把握到上一年纳斯达克下跌波段的准确低点空间。现在我们进入到主题，阿哲今天先教学第3和第4种如何用趋势线预测未来高低点时间。这个技巧的一部分也来自于威科夫操盘术。在威科夫的交易思路中，有一种市场的现象要特别的注意，它称呼为死角。在市场的价格表现是 K 线的高点不断降低，而低点却不断抬高，
它不是上升走势，也不是下降的走势。如果你学过价格形态，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种三角形整理形态。威科夫认为死角的出现会带给我们低风险的进场点。现在阿哲用最新的恒生指数图表举例说明，这是阿哲在制作视频时最新的行情走势。以下阿哲所画的趋势线，你都可以在频道往期的行情解析视频中找到痕迹。这句话没有特别的含义，只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技术分析存在误解，会潜意识的认为阿哲是看图说话，所以我先做出提醒，从而避免教学质量的下降。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学习阿哲教学的技术，因为阿哲平时就是这么用的。我们现在连接23年9月和10月市场的高点，这一根下降趋势线是不是对未来的许多次上涨都提供了有效的压力？所以它特别重要。在2023年它是如此，在2024年它也是如此。再然后我们将10月24日和11月1日的低点连线，至此你可以发现市场当时就处于一个死角当中。死角的出现可以给你提供3种信号：做多、做空以及时间变盘点。做多和做空是死角发生后的选择信号。如果在死角形成后，市场出现向上突破或向下的突破，我们都可以积极的去顺势买入或卖出。当然，你的止损是死角的区间。如果你买入后，但是没过2天它又跌回或返回了死角，那么你就应该止损。而如果市场出现向下破位死角，那你应该尝试做空，后续确认有效跌破后再逐渐加仓。这就是威科夫对于死角的重视。很多时候市场的方向选择就在死角后体现。另外一个信号是时间变盘日的提醒，死角的出现必然会伴随2根趋势线的交集。当市场出现方向选择后，我们后续要关注时间重要变盘的到来。比如这一个焦点所对应的时间是12月7日，那么在市场下跌，特别是加速下跌后到达这个时间，就很容易出现重要低点。在粉丝专享的电报频道中，阿哲当时也及时提醒了，当天就是趋势变盘日，要关注好之后的市场表现，后续是不是果真见底，而后出现反弹。那我们继续分析，现在将12月11日和12月22日的低点连线，你会再次发现一个新的死角出现，这里你就会知道5日分型定点的重要性了。这一根趋势线它一定得这么画，因为这一段反弹的行情中确实只有2个有效的下分型低点，谁来画都一样。这次的死角就很明确了，它只有1次跌破。那么如果你是愿意做空港股的朋友，这一天就是一次开仓的机会。那么这一次的焦点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是24年1月19日。同样在变盘当天，阿哲也再次在电报频道中做出了提醒，市场加速下跌，现在已经来到时间变盘点，这一次会见低点吗？相信听到这，你对于死角技术应该有些了解了。阿哲在提醒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死角的突破和跌破会有趋势上的方向选择，但有一种情况你要特别注意，截止目前你所看到的死角都是在趋势线交集时间点之前选择了方向，选择了突破或者跌破。那如果下一次死角出现后，市场它是来到了趋势线的焦点时间再选择方向呢？那么你最好等多1到2天再选择入场，因为趋势焦点为变盘日，也是选择方向的时间。那么当天的选择突破或者跌破，那很大情况下是假象的，后续市场很有可能会反向运行。第二个注意事项是，死角的时间变盘点大概率为转折点，也就是下跌一转为上涨，
上涨易转为下跌，小概率有可能是加速点。但所有的技术其实都很难保证100%的精确，所以变盘日呢可以有误差的，一般前后保持1到2天内的误差是正常的现象。比如恒生指数图表中12月7日的变盘点，它也不是真正的低点，真正的低点是2个交易日后，也就是12月11日才出现的，这就是合理的时间变盘点误差范围。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对于实角交易技术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，那么阿哲给你准备一道实战中的练习题。我们现在看到纳斯达克最新的图表，找到23年12月28日和24年1月11日的高点，连接可以得到短期的下降趋势线，再寻找24年1月5日和1月17日的低点，这次连接我们可以得到短期的上涨趋势线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纳斯达克出现了实角的价格形态，并且在圆圈处选择了向上突破，这是入场做多市场方向选择的机会，低风险入场点。那问题来了，实角给我们的提醒，它的时间变盘日究竟是哪一个交易日呢？学会了的同学赶紧在你的图表中做分析，评论区告诉阿哲答案吧。这就是今天阿哲为大家准备的趋势线寻找时间变盘点的技巧之一了。剩下的4种模型和注意事项，阿哲将教案准备完善后再制作教学视频分享。还未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，不要忘记订阅哦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